今日我就要为人世状告申冤。你个烂货，竟敢偷粮食！妈，我没偷，我真的没有偷，粮食是我用公分换来的，求求你把粮食还给我吧！你还敢顶嘴？我说你偷了，你就是偷了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我让你偷，我让你顶嘴！我呸！我知道这俩孩子是你跟谁生的。云芝芝，既然我成为了你，我就会把孩子抚养成人，给你讨一个公道。同志，我叫云芝芝，是欧城红星大队云和村的村民，是秦时玉的媳妇。我要状告秦时玉抛妻弃子，纵母家暴，愚孝灭亲，灭绝人性。求领导给我们娘仨一条活路。什么？你要跟秦时玉离婚？他抛妻弃子，纵母家暴，这种男人不离婚，留着过年啊！云同志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他原本要娶的人是我妹妹云婉容。啊！他上门提亲那天喝醉了，然后我走错门，我们俩也是因此才结婚的。这……我知道他不乐意，这3年来对我们娘仨不闻不问，娘家跟我断亲，婆家也把我赶出家。既然他没把我当妻子，那我也没必要留着他过年。但是2个孩子没有错，他得把孩子养到18岁。云同志，你可能误会了，其实这3年……误会？如果说这3年他对我们娘仨不闻不问，顺带把刚出月子的我们赶出家门是误会，那这误会可就大了。报告，进来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那还不是因为嫁了个好老公，3天饿9顿。那你既然来了，就留下随军吧。不对啊，这人渣不是很讨厌原主吗？怎么现在好像愿意负责了？我可不是来随军的，我是来离婚的。这女人当初为了嫁给我，不惜没事半夜3更跑我的床，真舍得离婚，跟老子玩欲擒故纵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你想好了？早点离婚对你对我都好。不过，果然是欲擒故纵。你得把2个孩子养到18岁。我明明每个月都给家里寄了钱和粮票，孩子怎么还瘦成这样？你真的想好了？这混小子怎么连劝都不劝？可不能让他这个家就这么散了。
云同志，这军婚啊，不是想离就能离的。你看这2个孩子也累了，今天呢就先住着，我派人去调查情况。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，好吧？嗯。来。哼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吃饭。孩子从小到大没吃过一顿饱饭，你觉得这么油腻的东西，他们能消化得了吗？妈妈，怎么啦？爸爸是不喜欢圆圆和弟弟吗？怎么会呢？爸爸只是第一次见到宝宝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相处。真的吗？原来是这样，这云芝芝好像也没有村里说的那么不堪。这些你先拿着，我在部队经常不回家，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。这人渣3年来没给家里寄过1分钱，现在要离婚了，给我钱干什么？你先收着，如果不够了再找我要。小满，小满，你怎么了？你可别吓妈妈！小满，小满！哎呀，小满这是又犯病了，赶快送医院啊！快把孩子放下，躺平！快把孩子放下，躺平！哎，这……你别胡闹，赶紧把他送医院。哎呀，秦营长，你媳妇儿不是医生，赶快把她拉开，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再任性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胡闹吧？他就算要显摆自己，也不能拿小满的命开玩笑啊！可怜小满，本来命就不好，这下呀就要遭罪喽。他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，他是不是每天浑身无力啊？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好，天一冷连床都下不来。对，我这2天都不敢让他出门，可是他今天突然就……秦营长媳妇儿小满她……我先给他扎几针，先让他醒过来。都散开些，别围着了。小满，小满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还难受吗？妈妈不哭，小满没事了，还暖和和的。秦营长媳妇儿，小满她没事了，有纸和笔吗？我给你开个方子。纸笔有吗？我有。在我背上写吧。来，秦营长媳妇儿，小满的病能好？能。
芝芝，亲长媳妇儿。这灵泉精粹啊，一滴就能让人脱胎换骨。现在喝了，难免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等灵丸魂稳定下来，才是他展示威力的时候。还是科技狠货味道好，有了灵泉也不用担心吃出问题了。都是孩子们，得找机会带点营养健康的东西出去。你媳妇儿还没醒吧？没有，医生说她身子骨太差了，醒得比较慢。你媳妇身子不好，还想着救人？能娶到她，你就知足吧。我没想离。走，不离，留着你过年。不离，留着你过年。妈妈，你是坏爸爸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准你欺负妈妈。哼。云同志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把医生叫过来再看看？吴政委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就是医生。哎，云同志，我听军嫂们说你的针灸出神入化，不知道是跟谁学的？胡政委，我会医术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说在军中用中医救人犯了忌讳？哦，云同志，你误会了，咱们这里啊不分中医西医，只要能治病救人就是好医术。我呀只是好奇，你不方便说那就算了。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，我是跟着村里的赤脚大夫还有被下放到牛棚的老大夫学的。哎，乡下不是不允许跟牛棚里的人来往吗？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被奶奶赶出来了，我们就住在牛棚，我们不是坏人。什么？我妈他们怎么可能？爸爸不回家，奶奶说爸爸讨厌我们，还骂我们、打我们，不给我们吃饭，还抢我们的粮食。不信你看。芝芝，是真的吗？孩子才3岁，能骗你吗？我把今天都寄回去了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啊，云同志啊，我今天来呢是想说个事，你医术这么好，愿不愿意到我们军区的卫生所来工作呀？如果能在军区卫生院工作，就算离婚了，也能带着孩子在这里安家落户。而且有了收入来源，空间里的东西也能名正言顺地偷渡出来。只是……啊，云同志，你有什么顾虑吗？胡政委，我没上过什么学，也没接受过系统的培训，你确定我能进卫生院？这简单啊，只要通过卫生所的考试，就能进。胡政委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你问。
您给我介绍工作，是不是为了我跟秦时玉离婚的事？您给我介绍工作，是不是为了我跟秦时玉离婚的事？如果是为了这件事，那您不用劝我，无论有没有这份工作，我都不会改变主意。云同志，你来跟我说说，这3年发生了什么？你想听什么？我想知道，你们结婚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非要离婚不可？婶子，您指的是我爸妈觉得我抢了妹妹的姻缘跟我断亲的事，还是我嫁到他们家挺着大肚子做牛做马，稍微不注意就要挨打的事？又或者是生下团团和圆圆，连月子都没出，就要没日没夜的干，多吃一口就要挨打挨骂的事？还是我刚出月子就被赶出家门的事？要不是大队长看我们一家3口可怜，给了我们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牛棚，我们能不能活到现在都是未知数。婶子，剩下的您还想继续听吗？您还想劝我继续留着他过年吗？我现在就去打离婚申请。秦时玉，这几年苦了你和孩子了。婶子，让您见笑了。按理说，婶子不应该再说什么，但有些事情，婶子应该跟你说清楚。时玉这几年，这3年不是故意不回家，他一直在外执行任务，而且还受了重伤，在医院躺了半年多呀，痛苦难忍呐。哎呀，这日子难过呀。然后呢？这次呀，秦时玉立了大功，足以让他踏入团级领导行列。假如你要跟他离婚的话，组织上会怀疑他作风问题。所以你们阻止我跟他离婚，是怕我影响他提干？秦时玉是军区的兵王，这次提干对他很重要。我希望你啊，好好想一想。如果我坚持要离婚呢？威胁我？预备，出拳！预备，出拳！你真的想跟云同志离婚？他被我父母虐待，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不想离，也不行。那就对他好，拼命的好。你别忘了，他为你生过2个孩子，进过2次鬼门关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们离婚了，他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怎么活？我好好想想。政委，我怀疑之前在云河村，我相亲那天，我被人下药。什么？他们敢对军人下药？他们疯了吗？什么？他们敢对军人下药？他们疯了吗？政委，我的酒量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可能只喝了2两酒就醉成那个样子。而且我听卫生院的医生说，如果男人真的喝醉了，是没有滚床单的能力的。那你怎么会想到这个？因为小姨子经常跟我说云芝芝，说她当年是对我爱而不得，所以才会施诡计爬上我的床。可是在我看来，跟芝芝相处下来，她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。唉，
这事情我会处理的。不过，你离婚的事，再想想，别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。现在还不能吃，一会儿妈妈给你们做一成好吃的栗子糕。那就对他好，拼命的好。你别忘了，他为你生过2个孩子，进过2次鬼门关。云芝芝，我不想离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，加倍对你好。可以，说的是真的。我只是不想要2个孩子有个失德的父亲，暂时不跟你离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那个，我现在要帮你做点什么？把栗子煮了，然后剥皮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，我说了，再来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，你又赢了。石头剪刀布。你们帮妈妈把这栗子糕给隔壁的小满哥哥送过去好不好？就是刚才给我们送栗子和鱼的春桃阿姨家的小哥哥。可以的。剩下的这些都是你们的，等会儿回来就可以吃了。哦，你先说。我去看看外面那个。哦。哭什么哭啊！再哭，信不信我打死你们？贱人，你敢打我！小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来，我看看伤哪儿了。没事啊，没事。秦院长，你看看我的脸，被云芝芝打成什么样了？你欺负我孩子在前，打我孩子在后，我媳妇打你2下怎么了？你还好，这个男人不是只会和稀泥的窝囊废，否则老娘说什么也不留着你过年。要互帮互助，不能搞自私自利的小集体。你们家那么多栗子糕，分我点怎么了？还有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不光要向我道歉，还要赔偿我医药费。胡闹！把他关进密室，好好反省。胡哲伟，你凭什么抓我？明明是云芝芝把我打了。你抢小孩东西吃，
还有理了？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问问你丈夫，连家里事都管不好，还有什么脸管士兵？带走。哎，对了，芝芝，这个快给孩子处理一下，虽然用着疼，但是特别管用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嫂子，这个团团和圆圆本来是去给小满送栗子糕的，没想到半路遇到了赵珍珠，还好没摔坏。不是，团团跟圆圆是去我家送东西的。哎呦，赵珍珠这个天杀的，简直欠打！袁同志，你放心，这次我肯定让赵珍珠好好长长记性。嘿，你看，你的入职申请啊通过了，大后天就可以到卫生院上班了。麻烦政委了。嗨，不麻烦不麻烦。麻烦政委了。坏了，药草还在外面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痴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人最怕就是懂。这么壮，怪不得那晚那么疼。哎呀，云芝芝，你想什么呢？芝芝，芝芝，芝芝啊！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赶紧擦擦。哦，别着凉了。也许用美男计是个不错的办法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老娘又没扒开你衣服看，是能多块肉咋的？哼！啊！二弟、弟妹，这是孩子生活费，今后芝芝就麻烦你们了。哥，放心吧。哎呀，看你这说的，哎，芝芝来，来来，乖啊，哎。云湖明，陈曼香，怪不得你们不喜欢我，原来我根本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可你们也不该收了我爸妈的钱，还把我当猪狗虐待。你们等着，早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
冰雪消融。报告，秦营长，办公室有您的电话，说是云河村来的，叫云婉柔，说你媳妇儿跟村里野男人跑路了。我自己去卫生院报道，你正好看看他又要耍什么花样。好，那我先过去，我再去接你们。石玉哥，出事儿了！我姐跟村里的混子私奔了。云婉容同志，她是你姐，我是你姐夫。不可否认，秦时玉是个能挣钱又会护媳妇的好男人，可惜是个短命鬼。要不是前世守了半辈子活寡，我才舍不得把秦时玉推给云芝芝那个烂货。云婉容同志，姐夫，我是真没骗你。现在整个镇都传遍了，有人亲眼看到他跟小混混进了玉米地，还是半夜跑的。要不是芝芝带着孩子来了军区，我说不定真被你骗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要干什么。哎呀，姐夫，你赶紧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吧，我是真担心他们被人骗了。你说现在天寒地冻的，他们又带着俩孩子，这真出事了，可怎么办呀？你要是真关心芝芝，也不会看着她被赶出家门，更不会被断亲。姐夫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。哼，云芝芝啊，云芝芝，我不管你是跑了还是冻死饿死，我都不会让你好过。这辈子我不但要抢你的首富老公，还要把你踩进泥里，彻底毁了你。婉柔，眉眼哥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鸡蛋。这我不能要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不就2个鸡蛋吗？你可是我看中的男人，未来可是要成为首富的。嘿，小刘，快去卫生院，赶紧救人！唐医生，外面有几个士兵被训练器械砸伤，快救人！什么？快走！快去！胡政委，他们伤到小动脉了，血止不住，得送军区医院。医生，他是血止不住，到医院还有命吗？先止血，来，让开。云医生，你要用针灸止血。云医生，相信我。血止住了，这……唐医生，你先把那个伤口缝合好，然后把这个药敷上，能加速愈合。我去给别人止血。快准备木板固定。我来。来。好了，活动一下看看哪里还不舒服。哎呀，好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云医生，你这一手可真厉害，能教教我吗？你们去哪儿了？快把上衣脱了！你们去哪儿了？快把上衣脱了！啊，袁医生，我没事，我没被砸到。你看你的手，是中毒了，快剪刀！好，给。
云医生，这是什么？他这是被毒虫咬了。啊，医生，我还有救吗？医生，放心，能治。快，玻璃瓶、镊子。嗯。给他胳膊放血，等血液变得鲜红，再把药粉敷上。嗯，好。云医生，他们好，去办公室。嗯。这种毒虫叫石镜虫，全身带毒，是源自樱花果。这种毒物能迅速咬破皮肤进入身体，一旦毒素蔓延至全身，就会猝死。郑稳，我去，我知道。这件事交给沈峰，你有更重要的事。这是调查云河村报告。他们真该死啊！他们真该死啊！这个云河村没有一个人说云芝芝同志好话，都说他跟村里的混子跑了。好在有几个老太太私下里还说了实话，说这几年云芝芝同志被搓磨得厉害，怀孕期间还让她整满公分，这期间甚至昏过去好几次。要不是你二伯母实在看不下去，给云芝芝接生，恐怕你大人孩子都保不住。云芝芝被你妈妈赶出去后，你二伯母想把她接回去，你的父亲竟然把她打了一顿，还威胁她，不允许她多管闲事。要不是大队让他们在牛棚牺牲，能不能熬到现在都是未知数。最可气的是，他们都把人赶出来了，还不罢休吗？罢休？哼！你知道云芝芝和孩子为什么这么瘦吗？那是因为云芝芝用公分换来的粮食都被你这个妈和云婉容抢走了，就连云芝芝和混子跑了的事也是他们一起上报的。还有什么？3年前你确实被人下毒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你不是亲生的。芝芝，我对不起你。云芝芝同志，我说过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哎，郑稳，这个交代我自己给。芝芝，我们一起回村。这3年来，你所受的所有委屈，我一定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爸，老三得有2个月不给家里寄钱了，该不会死外边了吧？死了最好。过了年我去找部队，全部要回来。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路费不要钱呀？让老二给你爸去。凭什么？爸，老三回来了，身边还带着漂亮女兵。老头子，这3年他没回来，估计存了不少津贴吧？放心吧，我会让他一分不剩的全部吐出来。爸，我看上那块表。爸，还有我的自行车。买，都买。他们一直这样。以后我只有你和孩子，和他们再无干系。对了，老头子，云芝芝和那2个孩子，咬定了云芝芝跟那俩人跑了，男人最受不了这个了。爸，万一他去查怎么办？我给军区打过电话，
云芝芝并没有去军区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就说她死在外面，老三就算想查也死无对证。啊！我媳妇跟谁跑了？啊！爸妈，你们说她跟人跑了，她到底是跟谁跑？总得有名有姓吧？破坏军婚就不怕被抓起来吗？破坏军婚就不怕被抓起来吗？哼！谁教你的？躲在外边偷听父母说话？你在部队就教这个？爸妈是在密谋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这么害怕我知道？老三，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全村谁不知道云芝芝是跟野男人跑了？骚蹄子成天好吃懒做，勾三搭四。妈不过是说了他2句，哎，就卷了家里所有的钱。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娶这个烂货。哼！你懂不懂规矩？都2个月了也不给家里寄钱，刚回来跟我们大吵大闹，你翅膀硬了？难道你想把我们饿死吗？钱呢？钱在哪儿呢？哎呀，你把钱交出来！你没听见吗？今天还有你3年任务的奖金，全部交出来！钱的事等我再说。你们刚才说他跟人跑了，到底是谁？哎呀，他跑了就跑了，你还问他干什么？爸妈，哎，谁是你爸妈？爸妈说不能乱讲。啊！啊！妈，你说我跟野男人跑了，这野男人到底是谁？妈，你说我跟野男人跑了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跟老三在一块儿的？妈，我瞧着我没跟野男人跑，您挺失望的。团团和圆圆呢？说是不是你把孩子给卖了？老三，他肯定是钱花完了，把2个孩子给卖了。他哪有钱去部队找你呀？妈，你刚才不是还说他把家里的钱全都卷跑了？老三，他向来花钱如流水，肯定是钱花完了，把孩子给卖了。否则，团团和圆圆哪儿去了啊？老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妈，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含辛茹苦把你给养大，你居然不相信我！哎呀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呀，活不下去了呀！这手镯也坏了。老三刚回来，让他歇一下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啊！老头子，老三该不会是让人查过了吧？怕什么？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他爸妈。晚点我去把大队长请来，他们若是乖乖就范，倒还罢；否则，我让老三这个军官干不下去。没错。芝芝，把贵重的东西放好，能贴身带的就别放家里。老娘早收到空间里啦，他们就算把老娘扒了，也搜不到1分钱。这次老娘就等着你们上钩，然后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啊！不，老娘会全部拿走，渣都不给你们剩，还有云家。走。
哎，云芝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把家里人当贼防吗？你们哪是贼啊？说你们是贼，都是对贼的侮辱。你们就是一群强盗。云芝芝，你怎么跟爹说话呢？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不锁门，钱丢了你们赔啊！我看你就是欠抽。你，哎呦，老头子，你倒是管管呀！这么大的人了，路都走不了，这种事儿，该不会是坏事干多了，遭报应了吧？你真是个暴徒！去，给我收拾一下去！去！还有你，不积口德，小心遭报应你！你放心，我就算遭报应，也肯定得等你死了之后。你，咱们去大队长家吃饭，总不能空着手吧？快去厨房拿肉，去晚了可就被你妈藏起来了。你站住！哎，我的肉，我的肉没那么好拿的。老大、老二，给我把门砸了！砸了！钱呢？钱呢？钱呢？去哪儿了？我的钱呢？去哪儿了？钱呢？包拾他，早带走了。谢谢。哎，你说说你这孩子，来就来呗，还拿什么东西啊？就是。大伯，这次芝芝去卫生院，多亏了你的介绍信，他们恐怕……哎，你看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哎，月珍，去，赶紧去做几个菜。今天啊，让孩子在咱家吃饭啊。好嘞。对了，大伯，有件事我想找你帮忙，这个你看。秦卫民这个王八蛋真是胆大包天啊！这是。哎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？是芝芝来军区找我之后，你说他们不喜欢我就算了，可是芝芝和孩子，他们在家里差点把芝芝的孩子逼上绝路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没想到经过我调查，我的怀疑居然是真的。哎，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大伯，之前我每个月会往家里寄我的津贴，我爸妈30，芝芝30，可这些年，芝芝连1分钱都没有见到。1个月60，3年就是2160，再加上各种票，那得多少钱？拿了这么多钱，还虐待云芝芝和孩子，秦卫民一家真不是东西。大伯，我这次过来，就是想把那个钱给要回来，然后再和他们秦家断亲。我的钱丢了！阿玉，快去报官！喊什么喊你个扫把星！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惨吗？我的钱丢了，我还不能喊啊！难不成是被你拿了？你放屁！你包里连根苍蝇腿都没有，哪来的钱？妈，这包里装着我做任务的奖金，这3年一共1500块钱，还有粮票、肉票，怎么可能没这么多？这么多？
难不成是老大和老二偷偷藏起来了？妈，你看，这里还有一张肉票呢。妈，证据可都在这摆着呢，不是你拿了，那是谁拿了？老大，你给老娘滚出来！敢背着老娘藏钱，你皮痒了是吧？芝芝，你就不怕他们对峙吗？你觉得他们之间有多少仙人多？而且这么多钱，他们不狗咬狗都是轻的。走，我们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的时候到了。老大，你跟我说，你到底把钱藏哪儿了？你要是不交代，我跟你没完！那我没拿，那是老二先的包。你放屁！老二多乖，他怎么可能？这边，秦卫民在家吗？秦卫民呢？警察同志，我没偷钱呐，我真没偷啊！警察同志，我没偷钱呐，我真没偷啊！大队长，你们这是？秦卫民同志，我是安检局局长周正安。周局长，我们家可是普通老百姓，我们家老三可是部队干部，我们一家人都是坐得正，行得端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是啊是啊，我们一家人可都是秉公守法的好人。老三，你快说句话呀！你们非得把这家拆散吗？好了，秦卫民同志，26年前，也就是1950年7月23日，你妻子是不是在县医院生的孩子？是啊，当年我老婆生孩子时候难产，是我连夜把她送到的保健院。难道这个白眼狼察觉到了什么？你倒是记得清楚。那你还记不记得跟你同住一个病房的秦姓夫妻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哪还记得呀？是吗？那你先看看这张照片。这不是老三吗？闭嘴！当年的事只有我和老婆子知道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他们不可能找到实质性的证据，所以我自己得稳住。周局长，这回事儿我也不知道啊。老婆子，你看看这照片上的孩子，有点像老三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秦卫民，经我们调查，就是你亲手把孩子调了包，你还想抵赖到什么时候？周局长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秦时玉竟然不是秦卫民的孩子，怪不得他们一直不待见秦时玉。我就说嘛，他们那种烂人怎么可能生出秦时玉那么有出息的儿子？合着不是他们的种。老秦家真不是东西，把自己的种送去享福，还虐待秦时玉。咱们云河村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畜生？这种烂人就该烂心肝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是咱爸妈调包回来的孩子啊？你说呢？秦金叶这话算是把秦卫民换孩子的事给坐实了。没想到秦卫民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生出来的儿子却那么丑。秦时玉，你别忘了，
你是咱爸妈含辛茹苦带大的，没有他们就没有你的今天。你能当上这个警官，就为了那点破事儿？你跟咱爸妈计较，你良心让狗给吃了呀！老三，抛开那点破事不谈，这么多年了，对你还不好吗？26年，我们养活了你26年呐，就为了这点破事，你想把家拆散，才罢休吧？是啊，老三，你就同情同情爸妈吧，我也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苦呀。哼，你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苦，就让我们家阿玉受苦吗？你什么你？哎呀，还有你，凭什么抛开孩子的事？抛开这事不谈，一切都是扯淡。你们的亲生孩子吸阿玉父母的血，你们吸阿玉的血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对他好？贱货，你个贱货！还有你，最没良心的就是你们这一大家子，你们吸着阿玉的血盖房子大鱼大肉，却把我们逼上绝路，你们也配提良心这2个字？周局长，我要实名举报老秦家偷窃婴儿、虐待残害军属、偷窃巨额金钱，情节恶劣，影响严重，请求严惩。你放屁！我没有！你个贱人，你闭嘴！怎么，你们心虚了？换孩子的时候怎么不心虚？你们霸占阿玉的津贴，把我和孩子逼上绝路的时候怎么不心虚？造谣生事，污蔑我和野男人跑了的时候怎么不心虚？秦伟民，人家石玉每个月寄回来60块钱，有一半是给人家媳妇和孩子的。这3年零1个月，总共也得1100多块钱啊！还有那么多票，你怎么着也得补给芝芝1300块钱。1个月60块，这么多年得多少钱啊？就是，每年花人家石玉上千块钱，却把人媳妇儿孩子往牛棚赶，还造谣，这是要把人逼死啊！哎呀，这还不明显吗？把人逼死，他们老秦家就能独占秦时雨的钱，真是不要脸！呸！什么钱？我们家没有钱，我们家1分钱都没有啊！秦时雨他平时没有寄回来1分钱，倒是云芝芝，他平时吃我们家的，喝我们家的，1分钱也没给过我们。没错，大队长，这是付款凭证，上面注明，这些年来每个月给家里拨60块钱，以及一些肉票，都是给我媳妇的。还有前5年阿玉汇回来的钱，8年共计5210元，还有布票、粮票、肉票。幸亏秦时玉没把汇款单丢了，否则就便宜老秦家这些畜生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偷了我的钱。大队长，我们去秦家的时候，把包放在了屋里，包里放着阿玉这3年出任务的奖金和这2个月的津贴，总计1500元。可等我们回来之后，发现锁被砸了，包被撕了，包里的钱全都不见了。你放屁！我没有偷，这包里就没有钱票啊，它是空的呀。没错，你包里明明1分钱都没有，所以你不承认锁是你砸的？锁是我儿子砸的没错，但是包里没有钱。我们胡说！刚才我还在地上发现一张被抢夺撕坏的肉票，被你捡走了。你放屁！我们没有偷。周局长，肉票就在他身上，不信搜他的身。局长，确实是全国通用的肉票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是他，明明是你，明明就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好了，大队长、局长，今天你们都在，我想请你们各位见证一下。石月，你说有什么事情婶子能帮到你的，肯定不推拒。是啊，你是好孩子，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，能帮的我们一定帮。没错。我今天要和秦家断亲。我今天要和秦家断亲。你，既然我和秦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那我希望在大家的见证下，我与秦卫民一家从此断绝往来。把欠我媳妇的1300块，
还有我包里的1500块，共计2800块，全部归还。至于余下，就当我还你们这些年养育的恩情。秦时雨还是太圣母了，这种人渣不收拾，留着过年嘛。还有，偷孩子是违法的，他们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周局长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啊，都是这个娘们儿她自己偷的孩子。这些年来，我也是一直蒙在鼓里呀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的主意是老秦出的，人家条件好，才把孩子调的包。你个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周队长啊，这个娘们儿是害怕被抓起来才胡咧咧的。我今天也是才知道，其实你不是我亲生的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，都是这个娘们儿自己偷偷干的。你放屁！当时我生老三的时候大出血，我还在住院，怎么能有力气去调包啊？是他趁那个女人熟睡的时候，还把石玉的亲爸骗出去，才把孩子调包的。对了，当时那个护士看到了，你们要是不相信我说的，可以找那个护士去对证。啊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对了，那个护士还收了我们10块钱，在那个牛头村叫牛雪莉。贱人，我弄死你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叫你胡来的！叫你胡来的！拉出去！你放开我！还有你，你钱在哪儿呢？马上还给秦时雨和云芝芝。我没有，我没钱，我1分钱都没有。周局长，我知道钱在哪儿，我可以自己去拿吗？可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老实点。老二。果然换地方了。哼，任你们奸诈似鬼，也想不到我有特异功能。一堆人质，老娘毛都不给你们生；一堆人渣，老娘毛都不给你们生。哎，嘿，周局长，钱都在这儿呢。时雨啊，你点点数。你数一下。周队长，正好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的钱没了。带走。我是老大呀，这个家该我当家做主啊！这钱都是我的，凭什么分家？立马分家！你们老秦家的报应来了。是啊，这两个狗东西真是活该。哼！哎呀，报应啊！老秦家遭报应了，这是报应啊！周局长，你们今天是不是还要去云家？能不能明天再去啊？
实不相瞒，我不是云鸿明的女儿，我爸是云鸿明的大哥，小的时候把我托付给了他，还给了他5000块钱，让他好好照顾我。没成想，他们也是没良心的。啊，那你这是？当然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啦。明天是我妹妹云婉容大婚，她为了贺明远，不惜给阿玉下药陷害我。我这个做姐姐的，怎么着也得让人家得偿所愿，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明天先躲在暗处，等你发信号。谢谢周局长。不用，分内的事。云鸿明、云婉柔，我准备好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云芝芝，你跟野男人跑了，还有脸回来？云芝芝，你跟野男人跑了，还有脸回来？我的好妹妹，我是去随军了，为什么没脸回来？随军？对啊，在云河村吃不饱穿不暖，住的还是牛棚，就连粮食也总被一些脚底生疮、头顶流脓、缺德冒烟、生儿子没屁眼的下三滥抢走。要是不去随军，难道我和2个孩子都要被饿死啊？哼，好妹妹，这就是你那新郎，咱们村有名的懒汉贺明远。明远哥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他有大志向，未来注定会飞黄腾达，达到你们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高度。你说话放尊重点。哼，是吗？那就祝你幸福。那是当然，可不像你，刚回来就把公婆送进大牢，你可真够孝顺。云婉容，你弄错了，秦家夫妇被抓那是因为26年前他们犯了法，他们把自己的孩子跟石玉调了包，他们犯了法，你知道吗？不对呀，上辈子明明没有这一出，怎么变了？难道是因为我重生？秦时月，你不是你爸妈的孩子，那你爸妈是谁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倒想问问你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媳妇跟野男人跑了，野男人呢？在哪？我说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是谁说的？哪个村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倒要问问他，我媳妇是什么时候跟野男人跑的？又是跟哪个野男人跑的？说，到底是谁？我的好妹妹，我也很想知道，我到底是跟哪个野男人跑的？于芝芝，哪有你这么做姐姐的啊？直接抢你妹妹的未婚夫也就算了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你跑过来说三道四，颠倒黑白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哼，你不说我倒是忘了，我就纳闷了，我家阿玉铁打的汉子，2斤白酒都不带皱眉的，怎么3年前到了云家，只喝了1杯酒就不省人事？咋啦？这云家喝的酒是神仙酿的？怎么说不出来？那我替你。诸位叔伯婶娘，之前他们说我喜欢阿玉，趁着阿玉醉酒爬上了阿玉的床，可在那之前，我连秦时玉是谁都不知道，更不知道秦时玉高矮胖瘦、黑白美丑。咋的？我云芝芝就这么下贱，是个公的就往对方床上爬？云芝芝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毁了你妹妹的婚礼吗？啊！云芝芝，你个贱人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说话不用这么大声，我还没有耳聋。诸位叔伯婶娘，今天就请你们给我做个见证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，到底是谁下贱？周局长，请您为我和阿玉主持公道。
袁洪明、陈麦香，经过我们调查取证，你们涉嫌危害公共安全，请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公安同志，我爸妈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鱼河村，最是老实本分，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老实本分？哼，你们这一家子，哪个人跟这4个字沾边？老实本分的人，会给部队军官下药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不行，爸妈绝不能坐牢，否则何明远肯定会跟我离婚，那我还怎么做首富夫人？都怪这个贱人！公安同志，3年前我确实和秦时雨说过亲，只不过定亲那日他自己不小心喝多了，然后我这个不要脸的姐姐趁机爬上了他的床，这都是他们栽赃嫁祸。没错，这事儿啊，我们村里人都知道。这个白眼狼不要脸的爬上准妹夫的床，想洗白自己，还栽赃我们呢。就是啊，否则他们为什么3年前不报案？哼，云芝芝，你为了洗白自己，污蔑爸妈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哎呀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哎呀，我到底造了什么孽，才生出来你这个白眼狼？当初我就该把你掐死！摊上这样的闺女，云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怪不得当年啊，云老二非要和云芝芝断亲，这要换成是我，早把他扔尿桶里淹死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哪里是女儿啊，分明是来讨债的猖鬼。要我说，这种白眼狼就不能任由他们猖狂，否则大家都有样学样，那还得了？没错，像这种白眼狼就该进猪笼。我去！二叔二婶，你们确定3年前秦时玉和云婉容订婚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在他们的酒里下母猪配种的药吗？笑死个人！我们为什么那么做？秦时玉可是部队军官，婉容嫁给他那是去享福的。我们为什么把这么好的婚事让给你，让他就嫁贺明远这个懒汉？云芝芝，你方才喊洪民夫妻俩什么？你怎么会喊他们二叔二婶？那是因为我是他大哥的女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云老二大哥，当年鬼子进村时，帮我们报仇救人的云家老大。哎，周婆子，当初你男人不就是给云家老大给救的吗？现在你这些年竟然还帮云老二欺负云芝芝啊，亏不亏心啊你？哎呦，老天爷啊，我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我老头子的仇还是云老大给报的呀！哎呦，要不是云什么来着？云婷啊，你长得确实有点不像，当真是云婷的闺女？太爷，小的时候我爸把我托付给二叔就失踪了，为了让二叔他们好好照顾我，我爸还当着我的面给了二叔他们5000块钱，这其中一半是我的抚养费，还有一半是留着给我结婚以后傍身用的。然而，你放屁！你爸哪来的钱？这些年全靠我们供养你这个白眼狼，你不念我们的好也就算了，还抢了你妹妹的婚事。早知道我们当初就不该管你。太爷爷，这是我爸的亲笔信。是啊，这是云婷的字儿啊，她的字还是我教的呢。这些年干了什么呀？竟然对你不管不顾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老糊涂。跟云芝芝说的一样，云家老大确实给了他5000块钱，其中还有一半就是给云芝芝的。云家老大给了这么多钱，云老二他们还虐待云芝芝，这还是人吗？
是啊，你说一个孩子，他这么多年能吃多少粮食啊？就算是全天都吃大米饭，18年也吃不了2500块啊！云老二，你们虐待人家孩子也就算了，还想霸占人家孩子的钱，你们还是不是人啊？周局长，既然你们来抓人，想必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。没错，如果没有真凭实据，我们不会随便抓人。既然如此，没有，我爸妈没有给秦时玉下药，更没有拿云芝芝的钱，没有。就是你爸妈下的药。爸上次喝多了，亲口跟我说的。爸上次还说，要是没有他们给秦时玉下药的话，根本轮不到我呢。根本轮不到我呢！你疯了！没有证据的事情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老婆，你眼睛不舒服吗？怎么眨个不停啊？爸，错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。姐夫是军官，你们做出这种丑事，难道还要我跟你们一起同流合污吗？还有你，婉容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公安要是没有证据的话，会这么大张旗鼓的抓人吗？爸。你说你们做出那种丑事，要是拒捕的话，那可是罪加一等啊！还不如跟公安回去，老老实实交代问题，说不定能争取宽大处理呢。贺明远，他们是我爸妈。正因为是你爸妈，所以我才要劝他们迷途知返啊！还是说，这事是你做的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蓉蓉，你不是说过几年会恢复高考吗？你忘了，我可是要上大学当首富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你爸妈不认错的话，现在这件事情被爆出来，会对我产生更大的影响。耗上！这等一下。咱们欠云芝芝的钱得先还了。林婷给芝芝留下的嫁妆呢，2500，这钱必须得还。没钱，1分钱都没有。姐，不，堂姐，我之前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先前真的只是以为你见谁，堂姐夫条件好，这才偷偷。堂姐，之前我未说过的话，为你道歉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我们家是真的没有钱了呀。原谅你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原谅你？是原谅你抢了我的粮食，还是原谅你通知村里人抢了我用命换来的野物？云婉容，你比你爸妈更狠，他们可能只是想把我赶出家门，然后霸占我爸留给我的嫁妆，而你却想要我和2个孩子的命。没有，我之前只是怕你抢我的婚姻，所以才对你没好气的。至于杀人，我可不敢。好啊，那你把我爸留给我的嫁妆还给我。你凭什么找我要钱？我哪里来的钱？那是大伯给我家的钱，凭什么给你？给了你，我咋办？没钱，我们1分钱都没有。你爸也没给我们1分钱。没钱？就是。云鸿明，那是云婷留给芝芝的钱，你凭什么霸占？孩子，你自己进去拿。他们要是敢放半个屁，我给你做主。不行，这是我老丈人家，你不能进，你们谁也不能进。你不能进，谁也不能进。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？谁要是敢拦，给我往死里打！一个女婿敢管老丈人家的事，有些心思少打，都当别人是傻子不成？林丫头，你自己去找去。3500，袁老二他们夫妇也是个重男轻女的主，留着这么多钱是打算生儿子的吧？可惜你们没那个命。
哼，老娘让你们1分钱都留不下。哼！唉，太爷爷，劳烦您当着大家的面打开数数，以免有人说我多拿。好。正好2500。孩子，你把钱收好。你爸妈当年离开，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儿，而且你爸妈也已经安排好了，只是有些人不值得托付。你可别怨你爸妈啊。带走。哎，你走开，放开我！我养你这么多年，放开我！你现在放开我！云芝芝，你拿了我家的钱，还让人把我爸妈给抓了，我跟你拼了！云芝芝，你敢打我！我爸妈养了你10几年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养我？云婉容，你们家的地是谁交的？鸡鸭是谁喂的？饭菜是谁做的？你们全家人的衣服又是谁洗的？你们拿着我爸妈的钱吃香喝辣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我爸妈供这一大家子？还有这房子，要是没有我爸妈的钱，就凭你那2个窝囊废的父母，能建得起来吗？哪个小孩不给家里干活呀？你以为你是千金大小姐，什么都不想干？你不就是千金大小姐吗？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连喝杯水也得使唤我给你倒。你现在还有脸来指责我？我告诉你，云婉容，你们家这一切全都是咎由自取。芝芝，你的手没事吧？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云芝芝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以为秦时玉能护得了你一辈子吗？出任务的人那么多，你以为他能活得了多久？你等着吧。所以上辈子秦时玉是出任务时牺牲的。芝芝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有些任务虽然危险，但是我一定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量力而行。量力而行？他说这话你信吗？如果真的能保证安全，又怎么会死那么多人？秦时玉离死不远了。去你的！话真多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死不了。倒是你，云婉容，老秦家已经遭报应了，你的报应还会晚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报应，他来了。哎呀，这屋子呀，可算是空出来了。你说妈住哪一间？贺明远，你妈这是什么意思？云婉柔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可是你婆婆。哼，你们夫妻2个把我一个人丢在那破屋子里，自己跑来享清福了，不怕天打雷劈啊你！我告诉你，既然你嫁给我们家明远了，那就是我老贺家的人，那这屋子呀，也是我老贺家的。以后啊，这屋子归我了。贺明远，你妈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跟公安那样说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把我爸妈抓走，好让你妈霸占我家房子，是不是？云婉容，要怪就怪你爸妈，要不是你爸妈干那些缺德事儿，那公安能找上门来，害得我儿子大义灭亲。你什么你啊？你还当你是以前的云婉容？我告诉你，你要还想跟我儿子好好过日子，你就给我安分点儿，否则老娘扒了你的皮！这就受不了了，我们娘仨受的罪，我还没让你一一品尝呢。
这是你爸的。你爸失踪前把这个交给我保管，他说谁来都不要给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等，就想着闭眼前能不能等到你爸回来。好在你回来了，我现在就把它交给你了。太爷爷，谢谢你让我有机会了解我父母的事情。坐下。你把箱子收好，也许里面有你爸妈的线索。太爷爷，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我父母的事情吗？你爸爸很神秘，我知道的也不多。我只知道你妈妈叫骆月玲，是被人从京市拐来的，后来被你爸救了，两人处感情后就结了婚。我觉得你有时间可以去一趟京市，应该能找到他们的下落。石月，石月，石月，部队出事了，让你立刻归队啊！你先去收拾东西，我去趟牛棚，我师父他们在那儿藏了几本医书，我要把他们带回来。那你小心一点。原本我还想慢慢收拾你们，但老娘现在没工夫跟你们耗了。哼！打死你这货！打死你！你说，你们家到底干了多少这个事儿？你知不知道？这是害死老娘！云婉容啊，云婉容，日子还长着呢，你好好享受吧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塌了！于老二房子也塌了！报应，这都是报应。芝芝，芝芝，找到了吗？对了，二叔，傍晚我听见轰的一声，是村子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云老二家的房子也塌了啊！真的假的？不会这么巧吧？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。早些年打鬼子的时候，咱们村子里挖了不少地道，他们两个盖房子正好盖在这地道上。今年的雨水又多，这也算是报应吧。真是活该。芝芝，这是跟你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不会以为是我炸他们家房子吧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想问你，你解气不？因为之前只抓住了主犯，从犯没抓到，还是觉得心里不太舒坦。这下舒服多了。别贫了，东西收拾好了吗？咱们还得赶去火车站呢。早收拾好了。那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对，快走吧。报告。石玉，小胖他们在山坡上失踪了，形势十分严峻。你现在带人去到山下，就算已经牺牲了，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家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云芝芝同志，这次需要你跟着出一趟任务，樱花毒虫只有你能处理。只是团团、圆圆，政委放心，团团和圆圆很懂事，我可以把他们交给春桃嫂子。行，我让你嫂子也过去帮忙照看。
这次麻烦你了。嗯，半小时后出发。是。啊。芝芝，秦营长，沈峰他……唐医生，你先别着急，既然你能传回消息，沈峰他肯定没事，而且沈峰的能力你又不是不清楚。你放心，我也跟着出任务，一定帮你平安的把他带回来。嗯。妈妈，我会照顾好姐姐的，还有爸爸，要保护好妈妈。你们两个要乖乖听话，要听春桃阿姨的，知道吗？妈妈很快就回来。宝宝知道的，宝宝会想你的。嗯。这几天就麻烦你了。孩子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要是钱不够的话，等我回来再给你。行，孩子交给我，你们就放心吧。还有我是哥哥，我可以保护弟弟妹妹。走吧。平安回来。会的。敬礼。出发。出发。对了，山里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，待会要是走不动的话，记得告诉我。好。这些药包你们都拿着。这个给你。被毒虫咬伤的人什么样子，你们应该都见过，所以药包千万不能离身。是。出发。我夜视好，你牵着我吧，我带着你走。我自己可以，而且我跟在你后面没有问题，你不用刻意照顾我，赶紧赶路吧。秦营长，我们走哪边？你先别急，我先辨认一下方向。那里有光。走。沈峰他们伤得很重，我知道。我手里的药不够，我需要找更多的药材，否则就算救下来，他们也会死。你们两个陪芝芝去找药，其余的人原地待命。
找到了，走，回去。樱花鬼子敢来我们地盘上害人，老娘让你们有去无回！你们先捂住口鼻。云芝芝，云芝芝，八嘎！这狗男人比想象中聪明，被发现就被发现吧，老娘跟小鬼子不共戴天！哎呀，好舒服，好舒服啊！你怎么会？先救人，准备一下，3分钟以后出发。云医生，他们是疯了吧？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，而我的致幻药能根据人心的不同做出相应的事情。他最恐惧的就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渴望。那个抱着树狂亲的，一看就是想女人了。可惜制作这种致幻药最重要的材料是我师父留下的，今天全用了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到。行动！神风，神风，快解开！伤这么深，我担心。别担心，我能治。早知道不让他们死得那么痛快，便宜这群畜生了。他们说的只是皮外伤，是血过多引发的昏迷。这个药丸1人1粒，保命。好。先把人带回去，撤退！动作快点，血腥味会引来野兽。云同志，沈风脸上的伤，我能治，但是还剩几个药材需要进山。如果一会儿沈风醒了，千万不要让他看到自己的脸，也不能让别人看见。好，让秦时玉陪你去。媳妇，你昨天手上的绿光
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打小就对植物特别敏感。来找你之前，我被你养母打得昏迷了1天1夜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团团和圆圆的眼睛都哭肿了，他们以为我死了，我也觉得我死了一回。对不起，你放心，我以后……等我醒过来之后，我偶然发现我能感知到植物的情绪。你是不是也可以？昨晚你碰到我的手之后，我才能听到树精在说话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之前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受。我也是碰到你的手之后，我才感觉好像有变化。现在呢？现在看来，你只有跟我在一起，才能感受植物的情绪。有了你的帮助，我的能力有了提升。你简直就像个人形充电宝。你说的是电瓶吧？不过能当你的电瓶，我很高兴。对了，这件事你没告诉别人吧？没有。媳妇，你记住，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因为我们谁也无法保证别人会不会跟我们一样，也能看见。小心！小心！看看他们要干什么。八个，怎么又失败呢？我让你抓到花国军人去哪儿了？他们的身体素质绝对比这些猪猡强。去，马上把他们带过来，立刻，马上！嗨！上山！石玉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人被救走了，届时他们肯定会转移，不如趁现在，直接把他们的实验室连锅端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。在森林里，我才是最安全的。不用担心我。那我一会儿进去收尾，你在外面藏好。你没事吧？媳妇，以后这个能力能不用就不用吧。你在担心我能量耗尽吗？媳妇，那些人再苦，在我眼里也没有你的安危重要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好不好？原来他不是被吓到了，而是在担心我。我能给树木提供养分，他们也会在我遇到危险的情况下保护我。那如果有别人在场呢？以后在人前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我不会轻易动用能力。今天情况特殊，一旦让他们逃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尤其是桶里的那些东西，万一被他们投入水源，后果得有多严重？今天也是因为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才会放手一搏的。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石玉，你会把我这能力说出去吗？石玉，你会把我这能力说出去吗？所以我为什么要担心？不还有你保护我？所以
你是信任我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值得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。那些畜生虽然死了，但是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卫兵，到！你先送芝芝去军区医院，再送我去军备部。是。石玉，虽然我在山林里撒了药，但那些樱花毒虫不会那么快死完。你们一会儿进山去，一定要贴身带着。还有，务必小心。芝芝，沈风他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他夜里醒来之后，就把自己关在病房里，一直不出来，也不让人进去。他要跟我解除婚约。芝芝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他是担心你因为他的脸厌恶他，更担心因为他的脸让你遭受非议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陪他度过这件事情。任何一个军人都无法容忍额头上被刻下那4个字。相信我，药材已经凑齐了，我能让他的脸恢复如初。他不愿意见我。走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。沈风，开门！我是云芝芝，你身上那么多伤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沈风，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就踹门了。芝芝，沈风他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沈风，你脸上的伤我能治，还是恢复如初的那种。现在老娘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要带着这伤过一辈子，还是把伤治好了以后去灭了那帮畜生？我要弄死他们！那你就接受治疗。嫂子，你真的能治好我的脸吗？能，但是治疗时要承受刮骨之痛，你能承受吗？我能。那我去配药。还有，我提醒你，军人手里的刀尖是用来杀敌的，而不是伤害爱人的。你混蛋！你混蛋！对，我是混蛋，可我就是担心我。沈风，你少瞧不起人了。既然我认定了你，这辈子就只会是你。如果你不要我了，那我就……我错了，我一定好好配合治疗，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了。只要你不推开我，我一辈子都陪着你。就算你的脸治不好，咱们也可以找个深山老林隐居，大不了我把自己的脸也划了。婉儿，别瞎说了。那你不许再跟我走。我发誓。你俩注意点形象，这儿还有个大活人。芝芝，芝芝。哎呀，大病用大方，沉疴需重剂。这些药虽然能治好沈风的脸，但是耗费时间太长了。
芝芝，走，去给沈峰换药。等会儿换药的时候需要割下腐肉，他会很痛苦。我建议你先出去。我想陪着他。我，你不许再跟我走。好。没事。沈峰，这药膏只有1份，其中1味药材更是我师父的孤品。你要是不想脸上留疤的话，就给我忍住。怎么样了？撑过了第1次换药，以后就没问题了。快则3天，慢则1个星期，沈峰就能恢复如初。袁医生，那药剩下的药只够给沈峰，给不了别人。袁医生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第一件事儿，您回云河村之前呢，给上尉们留下的那个止血散，效果比同类的止血散强出2、3倍都不止。如果能够量产，投入军方使用的话，那战士们受了伤也能少受很多的罪啊。袁医生，这止血散对军方真的很重要，不信你问胡政委。是啊，云芝芝，你的止血散可以减轻同志们的痛苦，关键时刻呢，还能够救命。我恳请你。我愿意。袁医生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愿意将药方上交国家，由国家规划生产，造福更多的人。云同志，这样你自己生产，由我们军区采购，我们不能白拿你的东西。况且你还有团团和圆圆呢。哎，对，胡政委、苏主席，有国才有家，只有国家强大了，别人才不敢对我们指手画脚。而且我也希望国家能正视中医，别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毁了真正的瑰宝。云同志，我代表祖国600万军人，谢谢你。这是一个美好的年代，纯粹鲜红，这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。在这个时代，多一些护身符才能过得安稳。止血散而已，类似的配方我还有很多。袁医生，第二件事，祛疤膏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祛疤膏没办法批量生产，其中1味药材是我师父他们偷偷藏起来的。他们拿给我的时候就是一截枯枝，我连这味药材原本的样子都没见过，找都没法找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另一种祛疤膏，除了耗时有点长以外，药效也只有这种祛疤膏的80%左右。不过好在药材比较常见，可以量产。可以，这样这件事交给你去办，务必保证云同志的利益。胡政委您放心，云医生这样的宝贝疙瘩，我可舍不得让他受半点的委屈。快则3天，慢则1个星期，我保证把这事办好。好，云同志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。你昨天离开之后啊，那2个孩子挺不习惯的。春桃阿姨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很快就回来了啊。姐姐，妈妈回来了。
圆圆，妈妈，我好想你，我也好想你。妈妈也好想你们。从中午得知你要回来的消息啊，这俩孩子就一直在这儿待着，怎么劝都不回去，甚至连晚饭都是蹲在这里吃的。你们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，妈妈会心疼的，知道吗？我会照顾好弟弟的，我会乖乖的。妈妈不哭，妈妈不哭。还有我，我是哥哥，我可以帮助照顾弟弟妹妹。小满真是个好孩子。哦，对了，芝芝，沈营长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得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了，我锅里呀特意给你留了饭，还热着呢，你呀也别回去做了，就在我这儿对付一口啊。谢谢陈桃嫂子。跟我客气什么？走。走，哈，你是说你媳妇研制的药，从那个洞口撒下来，那些人就自己一头扎进铁桶里死掉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？报告政委，是的。你可真以为我傻呀？啊，政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问一下当日执行任务的战士。要不是我媳妇配的药厉害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把那些人救出来？这也太扯了。可秦时玉也不是胡说八道的人，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他们怎么回事？他们那些人都被樱花鬼子用了药，要不是我媳妇救他们及时，恐怕他们现在已经……把这里所有东西全部带回，交给相关部门研究侦查。我看这些王八蛋到底要干什么？还有，对这一带村庄彻底严查，一定要揪出所有的漏网之鱼。是。芝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阿峰，你自己看看。嫂子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都是自家人。但是还不能掉以轻心，你要想彻底恢复如初的话，这药还要用一段时间。好，我听嫂子的。云同志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好了，吴政委，好了，云同志，好消息，药厂批下来了，从部队后山腾出一块地，大概1个月就能建成。这是文件，你看一下。只是什么？军区总院要求我们先制作一批止血散，首批1000套，部队总院呢会提供足够的药材。多久啊？半个月。行，我一会儿列个药材清单给你。如果药材能在3天之内送到，我就可以按时完成任务。这没问题啊，你还有别的要求吗？除了药厂设备之外，工人培训也需要跟进。政委，我记得咱们军区大院有很多嫂子都没有工作，不如咱们开个培训班，只要是想进药厂工作的都可以参加培训。如此一来，还能解决嫂子们的就业问题。好主意啊，云同志，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。那也得他们自己努力才行，过不了考核，一样无法进药厂。那必须的，如果招进来的人不懂药材，那会出大问题。这样，参加培训的人呢，不只限于咱们家属院，咱们可以把条件放宽一些，像周边几个大队的知青和村民，只要他们自愿报名，都可以参加培训，然后自由录取。你觉得呢？我看行，那也要给嫂子们一点压力，他们才会认真的学。对。
芝芝，小满怎么样了？恢复的不错，等一会儿我给他调一下方子，3天1次，用不了多久，小满就能跟普通孩子一样了。芝芝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。云同志，听说咱们军区要办药厂了，你还是直接负责人，把我们都安排进去呗。你还是直接负责人，把我们都安排进去呗。第一，药厂的申请是部队的决定，我是军医，一切都服从组织安排。第二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负责人。茶花嫂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云医生，你就别瞒我们了，我们可都听说了。咱们部队之所以能申请到药厂，全是你的功劳。这负责人不是你，还能是谁啊？再说了，就算上面任命别人当负责人，咱们也不认啊。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只认你，谁来了也不好使。就是，这是想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呀。云医生，我们觉得这药厂如果开起来了，怎么着也得紧着咱们这些军嫂，是不是啊？总不能男人们在外面卖命，有了好处就便宜了外人吧？确实是先紧着咱们，但那也得是懂药理的嫂子。你们要是想进药厂工作，还不如学习学习，毕竟不管什么药材，安全才是第一。那这跟医院招护士有啥差别啊？我们要是能懂那些，还用得着在家里待着吗？就是，还以为部队有了自己的药厂，可以解决咱们这些军嫂的就业问题，结果还是要紧着那些读书人。走了走了，白高兴一场。云医生，那些药可都是你配的，你就不能安排几个人进去工作吗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们才是自己人。不能。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，一个工作都搞不定。茶花嫂子这么有能耐，怎么没工作？你们家这辈子都没好了。哎，芝芝，这玩意儿他就欠抽他，我嫂子啊，你被狗咬了，难道还要咬回去啊？况且对我来说，这也是件好事。这怎么还成好事了呢？他在我这走后门不成，肯定会到处去瞎咧咧。如此一来，有同样心思的人，自然也不会来找我，还省得我直接得罪人。芝芝，还是你活得通透，我呀得多跟你学习学习。那个药厂的事儿是真的吗？确实有这回事儿，部队也会优先考虑军嫂，但是你也要认识药材，否则也进不了药厂去。不过嫂子，你要是想去，后面有培训班，到时候可以去报名。芝芝，我是真的懂不少药材，还经常上山去采药呢。那就更没有问题啦。到时候培训大纲出来，你再去报名。好，真好。真有培训班啊！云芝芝同志果然没有骗我们。这云芝芝同志啊，是人美有本事，还帮咱们军嫂谋福利，还真是个好人呢。你们是不是傻呀？没看出来云芝芝这是在给咱们画大饼吗？咱们大院的军嫂们有几个是识字认识草药的？就培训这么几天，咱们又能学多少？后面能不能通过，能不能被录取，还不是他云芝芝说了算。就是，我看他云芝芝就是哄大家玩的。依我看，咱们都别去报名，看他到时候怎么玩。大不了咱们就去纠察处举报他。啊！蔡嫂子，你在我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蔡嫂子，你在我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和赵珍珠不会是想借此阻拦大家报名，好增加自己被选中的几率吧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咧咧，我只是揭穿你的真面目而已。虽然我不能决定让谁进场，但是我可以决定不让谁进。你蔡茶花第一个被排除在名单之外，就算你报名都没用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他张口闭口就是不让咱们干，我看他就是要搞小集体主义，给跟他关系好的走后门。蔡嫂子，原本我还没有想到，谢谢你提醒我啊。明天我就给春桃嫂子补课，谁心眼实诚谁对我好，
我自己心里有杆秤，不像某些人自私自利，自己过得不好，也巴不得别人过不好。还有，菜茶花的亲友也一律被剔除在名单之外，连报名培训的资格也没有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心慌慌的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吧？呸！芝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药厂那边厂房塌了，秦营长为了救人被压在下面了。不可能！我昨天去看过了，厂房十分坚固，怎么会塌了呢？听说是前2天下暴雨，把山上的石头冲下来了。之前因为有树枝挡着，没有滚下来，但是石头太重了，今天不知怎么的就滚下来了。走，去药厂。各位，找到秦时玉了吗？还没有。秦时玉在那儿，快救人！芝芝，上元血止不住了。秦时玉，秦时玉，快把这个掰掉！血止不住。云医生，秦营长到现在还没找到，他该不会……他会没事的。对，秦营长是个好人，他绝对不会有事的。政委，我们找到秦营长了，时玉需要动手术，快送卫生院！胡政委，怎么这么多伤员啊？为什么不送军区医院啊？高主任，你不要担心，卫生院的医生能治。胡闹！你看他们都伤成什么样了，再不及时就医，他们的命就没了。把人给我拉开！是。你让开！高主任，他们都是我的病，我比你更在乎他们的安危。如果对卫生员不放心，我也不会把他们交到这里的。走，云医生，你们马上安排手术，出了事我担着。胡闹嘛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卫生院的医术能有多高？是人命重要，还是你们表现自己的能耐重要？你们俩把门口给我看好，谁来了也不许放进来，明白吗？是，走的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
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你们是不是想让你们秦营长死啊？什么嫂子不会让她男人出事儿？有这么胡闹的吗？就你们卫生院能有什么好医生？让开！听见没有？医院严禁喧哗，严禁大吵大闹，你不懂吗？把他拖走！让开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省军区外科主任。你手术室外大吵大闹，还阻拦我给石玉动手术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想阻拦我救人吗？还是想偷窃我院机密呢？政委，政委，麻烦你致电省军区医院，就说我们发现了迪特。云同志，这可不能瞎说。我没有瞎说。你不觉得今天这场灾祸太巧了吗？早不出事，晚不出事，偏偏在厂房快要封顶的时候有石头落了下来，而且什么？而且在倒塌的厂房附近还发现了新砍断的木桩，而他为什么会在那里？为什么又阻拦我救我们家阿玉？你放屁！我马上派人去查。高主任，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不允许离开军区医院。带走。胡政委，胡政委，秦时玉，你不许死，我也不允许你死。团团和圆圆在家等着你。秦时玉，你不是心疼他们吗？你都没有看着他们出生，连他们第一次叫爸爸妈妈你都没有听到，他们的第一次你都没有参与。现在好不容易他们因为爸爸在身边而高兴，你就要这么走了。如果你听见我说的话，你就醒过来呀。如果你听见我说的话，你就醒过来呀。秦时玉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死，我就带着团团和圆圆改嫁，让他们喊别人爸爸，花你的钱，睡你的媳妇，打你的娃。媳妇，你不改嫁好不好？你又没死，我嫁给谁啊？这狗男人光听到老娘要改嫁了，好话一句没听到，真该把他的狗耳朵割了。既然你没事，那我去看看其他伤员。疼？哪儿疼？伤口疼。废话，全身都是伤，能不疼吗？你别说话了，扯到伤口更疼。那能陪陪我吗？狗男人！别学圆圆说话。我是去给你熬粥，你身体不好，需要调养。原来媳妇是这一套啊！早知道就该早点受伤。哼！政委，云同志，石玉怎么样了？醒了没？石玉醒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多谢政委关心。政委，你来这儿肯定不只是看我家石玉吧？是不是查到了？是谁？是蔡茶花。今天有人看到他偷偷摸摸上山了。找我安排工作，走后门不成就报复我家男人。政委，这种情况部队会怎么解决？一旦证实，
蔡茶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，她丈夫也会被调离现役部队。想证明是不是他很简单，只需要找到砍树那把斧子，提取指纹就行。指纹？现在国内还没有这种技术。这个很简单，找到斧子，然后往上面吹一点粉末，用胶带粘一下。至于指纹比对，不用我教吧？行，我就去安排，给你们和所有的伤员一个交代。对了，这件事儿啊，跟省军区医院的高永清主任无关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还……我男人当时还没脱离危险，他就在外面大喊大叫的，我又不是他爹，凭什么管？哼，你呀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高永清是冲着你来的。我？省医院正式编制，月工资70，还有各类票据，还有优先单位房。高永清说了，只要你点头，这些东西啊，1个星期内全部到位。政委，云同志啊，你怎么打算？政委，他看中的是我手里的药方。确实啊，但是他那些条件也是真的。你怎么想的？条件很不错，我也很心动。但是我还是更喜欢这里。你这个孩子呀！哦，对了，好好照顾石玉，药厂开业，我给你们请功。嗯。媳妇儿，你刚才说我是你男人，你是不是不离婚了？你说呢？撒手！我不撒，我一辈子都不撒。你耍无赖是吧？我还有更无赖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要干什么？那晚风啊，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。云芝芝，云芝芝，现在可是白天，秦营长身上还有伤呢。秦营长身上还有伤呢。我要工作了，你有什么事你喊护士。还有你，我跟秦时玉是夫妻，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做任何事情都合情合理合法。你要是好奇的话呢，就赶紧跟沈峰结婚啊，去跟沈峰研究去。哦，我媳妇说的对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本来想叫你一起吃饭的，现在突然没有胃口。哦，正好军区总医院缺1000份止血散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啊什么？赶紧！来，真棒！我考核通过了，我也能去上班了。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你也算苦尽甘来了。要不是你给我补课，我还不一定能过考核呢。这个你拿着，给团团圆圆啊炖个汤，也给秦营长补补啊。哎呀，真不用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拿着拿着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来你家时，我看到纠察大队的人来咱们家属院了。云芝芝，云芝芝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云芝芝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来干什么？蔡茶花原来在这儿，又在闹事儿。快走快走，带走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
经过我对多方查证，你破坏药厂建设，谋杀现役军人属实，带走。我没有杀人，你们不能抓我，我老公是连长。你还有脸提你老公啊？要不是你，你老公就不会被革除军籍。你老公娶了你，倒了8辈子血霉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害了秦营长他们，你这个爱欠刀的，怎么不去死啊？害我爸爸，你是坏蛋，你是坏蛋！秦营长这么好的人你都害，你还是不是个人啊？枪毙他，枪毙他！带走！活该，活该！芝芝呀，委屈你了。这次稽查队掌握了铁证，等待他的是极刑。哦，一会儿去趟卫生院，穿正式一点啊。放心，好事儿。那我能带团团和圆圆一起去吗？圆圆、团团，当然可以哦。云芝芝，进步嘉奖。进步嘉奖。秦时玉同志，自担任营长以来，敢打敢拼，作风优良，成绩突出，功勋显就。经军部组织领导决定，特授予秦时玉同志个人1等功功勋章，授军中校军衔，任团长。云芝芝同志，顾大局，识大体，一心为公，巾帼不让须眉。经军部组织领导决定，特破格授予云芝芝同志中尉军衔，任军需药厂厂长，全程主持调查工作。云芝芝同志，恭喜你！谢谢领导信任，谢谢政委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您说，秦卫民和赵素莲夫妇被判农场改造15年，云鸿民和陈曼香被判农场改造5年，你们解脱了。遇见你真好。